为什么说在 XP 方面，你可以永远相信香草社？来，先放 VCR。朋友们，2024年的开年最性感大作《圣兽之王》前段时间也是正式发布了。借着这个契机啊，咱们呢来聊一聊背后的公司香草社，看看这家只有30多人，甚至作品都寥寥可数的这家小公司是怎么能做到在玩家心中的影响力丝毫不下于索尼、任天堂、卡普空这些巨头。说起香草社啊，相信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精致的美术和流畅的叙事内容。比如说之前特别大火的13GB 防卫圈就被大家呢广为好评，但这背后啊都跟香草社创始人神谷圣治他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分不开的。说起神谷圣治这个人呢，极其的低调，网上呢基本上很难找到这个人的具体信息。唯一的一张图呢，还是多少年前流传下来的，感觉这张图啊都快盘包浆了，可以说就是差无死人了。说到这个人的个人经历啊，也是非常的传奇。当时呢，刚刚大学毕业的神谷圣治啊，加入了卡普空。卡普空我们知道很大的一个日本游戏公司了，在里边啊担任了摔跤霸王和龙与地下城的项目。但是呢，在卡普空工作了几年之后啊，神谷圣治就觉得公司的人呐越来越多了，我在这里边就像个螺丝钉，又不能主导自己的项目，没啥意思。别人有个大公司，当螺丝钉就当螺丝钉吧，反正啊当劳保收。神谷圣治不一样，他是有想法的。于是呢，他就给这个领导啊提交了辞职信。这个时候的神谷圣治他就变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了。但刚离职的神谷圣治呢，并没有着急创建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大公司不行，我就加入一个小公司吧。毕竟人家在大公司里边干过项目，所以到小公司里以后呢，也就当了个小领导，可以主导项目了。但是呢，公司发展啊不是很好，感觉公司马上就要黄了。这个时候啊，世嘉的土星找到了神谷圣治这家公司，想让他呢为自己的平台制作一款游戏。神谷圣治一聊就来劲了，于是呢就有了《公主皇冠》这款游戏。但这款游戏呢也可谓是一波三折，做着呢，神谷圣治这家公司就倒闭了。世嘉呢就把这个项目介绍给了阿特拉斯制作《女神异闻录》的这家公司，项目呢也算是可以继续进行了。但后续啊，《公主皇冠》这款游戏啊发售之后的销量却不是很好，因为当时世嘉的土星平台就快不行了，平台都不行了，你的销量又能好到哪儿去呢？所以呢，神谷圣治当时所在的阿特拉斯大阪分部也就因此啊解散了，他又变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随后的神谷圣治呢，也是拿着自己的作品辗转了几家游戏公司，但是呢都没有得到认可。无奈之下呢，只能加入了 SE， 担任了《幻想大陆》这款游戏的美术设计，整天呢就做着一些非常无聊的枯燥的生活。这个人就属于有想法的人，在哪儿都闲不住。所以呢，在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就从 SE 正式离职了。在04年，神谷圣治呢带着自己的团队回到了大阪，成立了香草社。香草社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据说就是神谷圣治啊，希望呢就像每年都会出的香草冰淇淋一样，坚持初心。香草社的第一款游戏叫做《奥丁领域》，这是一款以西方神话为背景的游戏。当时香草社制作这款游戏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毕竟你一个小工作室，零部件精赚的，而且呢，香草社典型的就是那种手工仙人，就一款游戏一做能做很久，所以呢也是遇到了很大的资金危机。那就在这个时候，老东家阿特拉斯投资了他们，但是啊，当时最不巧的就是《女神异闻录3》要发售了，为了避免档期冲突，香草社呢就只能选择发售时间啊延后。那游戏发售时间延后了，公司怎么办呢？毕竟游戏一天不上线，你就挣不着钱啊，没有办法。神谷圣治呢贷款了2000万日元，抓紧时间做个游戏出来，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时间过渡一下，做拼死一搏了属于。于是呢，香草社啊就以当时最火爆的哈利波特题材和当时最火爆的游戏星际争霸结合了一下，做了一款2D 的实时策略游戏《格林魔书》。那这个6个月就赶出来的一款游戏，最后的销量怎么样呢？虽然说首周啊就卖出来1万多份，但是之后的销量却非常平淡，但毕竟也是解决了一下燃眉之急吧，终于熬到了奥丁领域发售。这款游戏发售之后啊，效果就非常不错了，首周销量就突破了6万份，最终的销量呢甚至突破了50多万。对于一个小型工作室来说，已经非常牛逼了。那么在奥丁领域火了之后啊，香草社呢就想着，既然奥丁领域这种西方为背景的东西能火，那我们能不能把成功经验延伸一下，到时候在整个别的国家的神话出来？于是呢，在2年之后，一个以日本神话为背景的 ARPG《陇村正》上线了。虽然说游戏呢还是坚持了传统的2D 风格，但是呢，香草社啊在里边创新的加入了 DLC 剧情，所以呢，最后的销量也是非常的好，有70万份。但是啊，那个时候的日本业界啊，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你的游戏销量没有破100万，证明你的游戏啊不太行。破100万呢，对于大公司来说还好，但是对于香草社这种小型游戏公司还是非常难的。但神谷圣治呢，却一直有这个梦想，就又找上了阿特拉斯，能不能给点意思啊？阿特拉斯说啊，你要多少啊？1000万1个亿，我靠，要这么多，我得考虑一下。要知道那个时候都已经10年了，别的游戏公司都开始往3D 奔了，那你呢，拿着一个2D 的项目来给我要这么多投资，是不是把我当冤大头了？但是呢，阿特拉斯的高层看完神谷圣治的企划书之后啊，还是答应了。于是呢，就诞生了香草社啊有史以来第一个超100万销量的游戏《龙之皇冠》。虽然说还是2D 的，但是里边有大量的3D 场景，甚至呢还被誉为了最精美的2D 游戏。在这个游戏之后呢，也不知道神谷
盛世呢，是不是燃尽了？香草社长达6年的时间都没有再出新的作品，直到19年13机兵防卫圈的出现。那如果说之前的作品可以把它称之为神的话，那这个13机兵防卫圈啊，现在就是神中神。香草社呢，在这个作品里面也放弃掉了之前的西方魔幻题材，搞起了科幻游戏呢，主要讲述了13个漂亮美少男美少女的故事，并且呢，再用剧情巧妙的把他们全部结合在了一起，让玩家玩完之后啊，大呼过瘾。甚至这款游戏还入围了当时的科幻星云奖，再加上精美的拉外RD，导致这款游戏在玩家的口碑非常的好。其实啊，这款游戏一发售的时候销量并不高，主要呢也是都是靠后续玩家啊自来水口口相传啊，导致这款游戏的销量才在后续起来的。直到现在啊，都被很多玩家称之为剧情上的天花板。没玩到的朋友呢，我也安利大家啊，可以去玩一玩。之后的作品呢，就是今年的《圣兽之王》了，但也隔了5年了。游戏上线之后的表现也是非常的顶。根据发米通的报告，上线不到1周，实体游戏啊就已经售罄了，也是连续霸榜了日本游戏销量好几周。这个销量呢，也是说明了一切。个人感觉啊，这么多年来，香草社这家公司呢，确实啊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做到了像香草冰淇淋一样经典。很难想象，现在的神谷盛世就已经50多岁了，还在坚持一线，真是用命做遊戲的一家公司了。最后呢，我们再引用一下《尼尔：医学纪元》的制作人横尾太郎的几句话。横尾さんから見たバニラウェアさんってどういった印象ですか？一言で言うと奇跡の会社ですよね。この時代に 2D の絵を作ってアクションゲーム、アドベンチャーゲームにされて作ってるのってほとんどその他のメーカーさんもやれない。なんかロストテクノロジーみたいなことやってる会社さんだなと思います。バニラウェアさんのゲームって本当に僕ゲーム業界の宝物のようなゲームだと思ってて、バニラウェアという日本の宝のような会社をですね、存続させるためにも一本でも多く売れ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います。僕は他の会社のゲーム売れようかどうしようが、アトラスが潰れても全然構わないんですけど。日本游戏界不能没有香草，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OK， 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还喜欢类似的内容，也可以点个赞啊，支持一下。毕竟这种长内容做的真的很费劲，你的点赞啊，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